自不怕人不怕鬼，从来说鬼是说人，你可来了。口舌本乃是非门，挑动猜忌可杀人。戏言无心种因果，回头应悔写作尘。除了神鬼妖怪，很多朋友也喜欢听古代奇案，什么善恶美丑啊，人情世故啊，很值得回味。我手上这本《今夜拍案惊奇》以评书话本的形式整理收录了24桩民间流传的离奇案件，整理者呢大家都是老熟人了，德云社的阎鹤祥和杨九郎，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一下。那今天说的这件奇案呢，就是其中的第一回目，原文出自《醒世恒言》。这起案件中，就因为一句酒后玩笑，竟引发连环凶案，前后要了5条人命。说是南宋都城临安，现在叫杭州啊，出了一起害人凶案。死者被发现的时候，倒在自家院中，血流满地，旁边扔着把劈柴的斧子，斧头刃上沾满鲜血，现场是一片混乱。皇都乃是首善之地，出了人命可是大事。时任临安府尹接到报案，把相关人等所来，升堂问案。死者叫刘贵，报案人是死者的正房夫人王氏，状告二房小妾陈氏与人私通，谋财害命，砍杀亲夫。这又是从何说起呢？咱得往前倒一倒。这大娘子跟死鬼刘贵是打小结的亲，她本是城郊王员外家的小姐，后来刘贵又纳了个临安城外楚家塘村一户卖米糕人家的女儿啊，就是二房陈氏。这刘贵祖上也够阔绰了，但是富不过3代啊，到他这儿已经是落了架的凤凰不如鸡了。一开始仗着祖上遗留，日子还算过得去。可刘贵呢，先是想读书考编进体制，但考了几回实在不是那块料，又改道学人家创业，结果时运不济，几年之间把家底儿是赔了个干净，连祖屋都抵押了。不得已带着2房妻妾租了个小破院跟他忍着，也就仗着他心大，整天是嘻嘻哈哈，这日子还凑合能过下去。但是老话说，贫贱夫妻百事哀，说完全不发愁那是假的。时间来到案发前1天，事情似乎迎来了转机。这天一早，王家老仆王福来了，说王员外过生日，要接大娘子回去团聚团聚。刘贵因为穷啊，好几年没好意思登门了。可转念一想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老丈人家有钱，该去还得去。看在王氏的份上，说不定能讨点接济。打定主意，刘贵和王氏就收拾回了娘家，留下小妾陈氏看家。别说，这趟还真让他盼着了。到了老丈人家，酒席宴间一说，王员外心疼女儿啊，这过苦日子哪能行啊？手一挥，当场叫人给拿了15贯钱，交代刘贵回去盘个小铺面，做点营生，起码能把日子周转起来。这15贯钱有多少呢？这个换算相当麻烦，各个朝代来回变，它没有一个统一标准。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，咱们笼统的说啊，按当时的物价，大概相当于今天1万多块钱。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挺够意思了啊。又聊了会儿天儿，茶喝到没味儿了，刘贵起身告辞，钱到手了就别跟着碍眼了。大娘子没跟着走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要在娘家多住几天，约好了来接的日子，夫妻俩就这么两下分别。可万没想到，这一去竟惹出了塌天大祸。单说大娘子王氏，在娘家踏踏实实睡了一个好觉，第2天起来，吃完午饭，正要约着小姐妹出去逛街呢，突然院子外头人声喧哗，接着噔噔噔噔噔，老仆王福慌里慌张跑进来，迎面就喊：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问，家里的邻居赶来报信，说一大早看见刘家大门虚掩着没动静，进去一看，发现刘贵已经死了。王氏一听如同晴天霹雳，咕噔人就撂那儿。
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一个人，背着15贯钱回家，实指望着日子就有盼头了，怎么一夜之间人就死了呢？连哭带嚎，闹了一大通，叫人套车急匆匆的往家赶。回到家，门口已经被街坊四邻围满了，分开众人进去一看，刘贵扑倒在院子当中，旁边扔着劈柴的斧头，血流满地，是惨不忍睹啊！大娘子一看，坐在地上又是哭。王员外还算冷静，当时就要去报官，却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喊：贼人捉回来了，好一对奸夫淫妇，还想跑！众人回头一看，认识是刘贵家的邻居朱三儿。他和几个街坊押着俩人过来，一个是陈氏，另一个是个没见过的年轻小伙。陈氏的哭得跟泪人一样，小伙呢则气冲冲的直喊岂有此理。俩人鼻青脸肿，眼瞅没少被邻居们捶。大娘子这才反省过来，刚才只顾哭了，这陈氏不是留下看家的吗？怎么从外面被抓回来了？听那意思，又是贼人又是奸夫淫妇的，这又是咋回事呢？这朱三儿和刘贵是好朋友，朱三儿老婆和陈氏关系也不错。昨天深夜，陈氏突然跑到他家，进门就哭，说刘贵喝得醉醺醺的回来，说已经把他卖给别人换了钱了。他本以为是玩笑，没想到刘贵真掏出来了15贯钱，这下由不得他不信了。陈氏虽然是小门小户人家出身，但是也受不了这种侮辱啊，就准备跑回娘家去。可当时夜已经深了，没法赶路，只好先到朱三儿家，想着借住一晚。朱家两口子一听，紧着劝啊，刘贵那家伙平时就好开个玩笑，肯定是喝点酒受了啥刺激才跟他胡说呢。不是说今天去大娘子家给老丈人祝寿去了吗？他哪有那个功夫找人卖人呢？反正事情没弄清楚呢，先把人留下吧，等天亮了去家里好好问问再说。可赶等早上起来，陈氏已经不见了，再去刘家一看，这才发现尸体躺在院中。朱三赶紧招呼来街坊帮着保护现场，把情况简单一交代，有那机灵的跑去卧室一看，床上翻的已经是乱七八糟了，别说15贯，连个钱毛都没有。当下大伙是兵分两路，一路直奔王员外家报信，一路就往楚家塘村去追陈氏回来对证。去王家报信的不提，单说追陈氏那波，追出城外数里，正瞧见他跟着一个男的走在一起，上前揪住一翻，居然从那小伙背囊里头翻出了一包钱，不多不少，正好15贯。老话说奸尽杀，赌尽盗，这奸情人命从来是一条线上下来的，人赃并获哪有啥好说的，当场就把人捆了，押送回来。话说完，王氏大娘子是怒火攻心，血贯瞳人啊，扑上去就要跟陈氏拼命。可陈氏却大呼冤枉，说刘贵昨夜回来只是说把他卖了15贯钱，他逃跑的时候那包钱堆在床角是一文没动，今天赶着回娘家，路上遇见这小伙，说是在城里卖了私账收了钱回楚家塘村的。这一路上闹山贼他不大太平啊，正好同路，就央求人家带他一起走，好有个照应。哪成想刚走出几步就出了这种事儿。再问那小伙也是一样的说辞，自称是邻村人，昨天正好收了15贯的货钱回家，出于好心答应和这小娘子结伴同行，并不曾通奸杀人。这下一群人七嘴八舌，连丝带扯，就越说越糊涂了，到最后一直闹进了府衙。临安府尹听了众人七嘴八舌这一顿说，头都大了，问了2遍，当堂下了判决。刘贵从岳丈那里得了15贯钱，是要回家做买卖的，并没有卖小妾之事，一定是陈氏和那小伙早有奸情，昨日见财起意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下了死手。事后畏罪潜逃不成，胡编些说辞，企图蒙混过关。按律此2人当诛，判了个人头落地。判决下来，任你怎么哭怎么闹也改变不了了。转眼案子过去1年多，陈氏和小伙已然开刀问斩，刘贵也入土为安了。
王员外好几次派人来找王氏，说他守到现在也算是仁至义尽了，年纪轻轻的又没孩子，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，劝他改嫁。寡妇难事多，不用划了够一车。大娘子思来想去，罢了，还是再走一步吧，就收拾细软，跟着王福返回娘家。可没想到俩人走到乡野偏僻之地，碰上个劫道的山贼，二话不说，咔一刀砍了王福。见大娘子有几分姿色，便掳上山当了压寨夫人。血淋淋的砍刀横在面前，大娘子那是无可奈何，不得已从了山贼。本来有心求死，但这山贼很有意思啊！别看他在外面凶神恶煞的，私底下他居然是个舔狗。成亲以后，对大娘子是百般疼爱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啊。日子一久，大娘子也又有点认命了。话说有一天，山贼喝醉了酒，跟大娘子闲谈，突然叹了口气说，这辈子虽然落草为寇，却一向只挑奸商恶妇下手，自诩问心无愧，但唯独手上有2桩人命不该杀，日后到了黄泉路上，这肯定是要还债的。大娘子就问他是哪2桩啊？山贼说，这第1桩是与你同行的老仆人，他年岁大了，我本不打算杀他，没成想下手重了些，又赶上他脖子糟了点，来了个分头行动。这第2桩是几年前他夜里去临安城闲逛，正遇上一个人背着包袱赶路，沉甸甸的，好像有不少钱，一路跟到个小酒馆，那人要了壶酒，喝来喝去，喝上头了，絮絮叨叨说什么别瞧不起他，老泰山给了他本钱，明天就去盘个铺面，将来必定发财。果然没看错，又一路跟着回了家，躲在柴房里等时机下手。当晚呢，还听见那人跟他老婆开玩笑，说那钱是他卖老婆得的，把他老婆给吓跑了。跑了正好，人少更好动手了。等到后半夜，他溜进去准备拿钱，没想到那人没睡踏实，醒了。这趟他本不想沾血，结果厮打之下实在是被惹急了，顺手抄起柴房的斧子，啪就给劈死了。山贼絮絮叨叨跟他悔过，大娘子这边可跟五雷轰顶一般呀。原来是这样，那陈氏和小伙竟是被自己给冤死的。如今自己给杀夫仇人当了老婆，要是再知情不报，那还是个人吗？隔天他便编了个借口出门，下山之后直奔府衙报案。这时候临安府已经换了新领导了，新任府尹听完供词，立马派官兵把山贼给掏了来。大刑之下，一桩桩一件件全都招了出来。结果呢，山贼被砍了头。大娘子虽然是诬告陈氏2人，但2人的死却是因为前任府尹的过错，所以并没有再追究王氏，而是没收了山贼的家产，一半充公，一半给了大娘子做抚恤。王氏大娘子良心不安，自觉愧对九泉之下的陈氏和小伙的冤魂，又把全部家产舍给了本地的尼姑庵，自己呢剃度出家，青灯古佛，夜夜诵经，在为冤魂的超度之中了此残生。说起来，15贯钱要了刘贵、陈氏、好心小伙、仆人王福、山贼5条人命，种种祸事皆因一句酒后玩笑而起，真是值得口无遮拦的人警醒啊！好了，这就是醒世恒言15贯戏言成巧祸的故事。我是猫猪，更多志怪奇闻咱们下期接着谈。